这一款也是它很有特色的，也是它的 Imperiale 这款，它也是全部都是黄黑金的，它的表面设计也是这种贝壳的彩纹。大家好，欢迎来到品味之境的 Board of Taste， 我是以棒。如果你很喜欢我们前面做的几集，也麻烦你们分享一些爱给我们，帮我们按赞，然后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们。今天啊，以棒要来讲我自己的收藏。因为其实为什么我会想要做品味之境，很大原因也是因为我常常喜欢去收藏一些大家可能不是很熟能而知的东西，就比较不喜欢跟人家撞衫啦。所以像我其实没有像很多男生会玩表，玩的什么机芯，什么表面要怎么样，然后什么它的 chrono 的这个 machine 要什么几厘米，其实我没有玩得这么透彻。但是女孩子嘛，谁不喜欢珠宝呢？所以对我而言，我的收藏表是除了它能够看时间 tell time， 我觉得很重要，也是这个表的漂亮性，就是能够有结合一点点它的这个装饰性。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品牌就是萧邦，我今天有带几款我自己的收藏。那这些呢，最早呢有从1998年，就是我的第一只表，就是这一只，我的第一只萧邦表。这一只呢，在萧邦的系列呢叫做 Imperiale， 它是意大利文，就是帝国的意思。以前认识萧邦因为我是念俄文系的，所以我知道萧邦表以前最早是有帮这个尼古拉沙皇就是俄罗斯的沙皇2世有帮他们设计表，所以当时就觉得哇，这个表好像是很高贵这样。后来才发现啊，原来它是一个这个瑞士的家族表行。那我自己一直对 family own 这件事情是蛮有感觉，因为现在其实世界上很多表都已经是被大型的公司给订购，那并不是说这些大公司不好啦，只是说所谓的 family own 就是有家族传承，所以它会有很多工艺呢是只有家族的这个 tradition。我自己也是做品牌的，所以我晓得，当你是家族在继承或是家族在经营的时候，你会有更多一点的个人感情嘛，跟你去大公司上班，然后公司规定你做这么多的表，那你就是把它做完，跟你那个想要放出一点个人心力是不太一样。所以不管是皮件啦，或者是表啊，我都觉得家族的经营会让我感觉更有温度。那again， 我最早认识萧邦表也是因为它的这个Happy Diamond， 它的这个珠宝。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啊，萧邦其实是先做珠宝的，因为事实上他后来在这个法国坎城影展，每一年很多大明星啊，什么 Julia Roberts 啊，这些人都是带着这个萧邦很厉害的这个珠宝。其实后来经过我的研究其实萧邦最早他是做怀表。那甚至呢是做男表出身的，只是因为后来呢，萧邦这个家族卖给了这个Schoeffler 一个德国的商人那 Schoeffler 这个家族呢就开始把这个萧邦的表也推向是女表，甚至更珠宝化。所以讲到一点点萧邦的历史，萧邦是1860年的时候呢，一个瑞士的一个叫做LU， 就是 Ulysse Chopard。他所成立的。那他24岁的时候就自己在这个芬里耶开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工作坊。那其实他并不是家族都是做珠宝的啦，好像听说他爸爸以前就是做这个养蜂人，所以他24岁开始就自己创立工作坊，然后呢也开始就是他对机械很有兴趣，他开始研究机芯。我们都知道表很重要，就是它的机芯嘛，就是英文叫做 movement。如果你一个机芯没有很强，你也卖不了什么好几百万、好几千万。那当然，后来现在表面的设计也是一款。陆续后来他有sponsor 在瑞士很有名的一个叫做 T Federal， 就他们的射击节，每一年瑞士会有一些射击节，他就是正式的加入了这个射击节的这个 sponsorship， 然后也给很多皇宫贵族，包括我刚刚说最有名就是俄罗斯的那个沙皇所以开始就铺出了他的这个知名度，包含他的后来的儿子。跟他的孙子都有继承家业，只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确实经济萧条，所以他们的这个工厂就顿时从10几20个人就变成了只剩下3个5个人，都快要面临这个倒闭了。那当时正好这个 Schoeffler 家族呢，他们就在报纸上做了一个宣传说，他们想要真正的去买一个有 craftsmanship 的这个钟表的这个工厂。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做表的
公司，它是没有自己的机芯制造能力的哦，它是找别人家的，所以Schaeffler 他们家族就一直很想涨。那因为当时雪帕的家族后代也没有人想要承接这个事业，所以于是呢，他们两个就一拍即合。据说这个生意是30分钟之内就谈完了，就是 Schaeffler 觉得不错，我很想要做你的品牌，我也愿意把你们家族这个 legacy 传承下去。然后肖邦家族也觉得好像有人可以把我们这个精神传言下去，所以就很快的易主了给这个 Schaeffler 的这个家族。那 Schaeffler 家族他们家一直都是做珠宝跟精工的啊，就是 goldsmith。他跟他的老婆呢就很认真的开始把肖邦呢经营到各式各样的贵族圈啊、名媛圈啊。那他们有2个小孩，一个小孩呢叫做Caroline， 是他的女儿跟他的儿子。好，所以2个都是 co-president。他的儿子就是针对机芯的部分有做更多的研发，所以得到了非常多的专利。那这个妹妹呢，在14、15岁的时候呢，就帮他们家族设计了第一款的这个珠宝，是里面呢长得像个小丑，它的肚子里面有很多很多会跳舞的钻石。当时 Caroline 是怎么想的？因为其实肖邦最有名，大家知道是 Happy Diamond 嘛，这个是他们有得过专利的。其实为什么他会做这个珠宝，也是因为他们觉得 Diamond 不要被绑在这个所有的表上面。他们的 slogan 叫做 Diamonds are happier when they are free， 就是 Diamond 被解放的时候是比较快乐的。所以于是就后来有衍生了一系列的这些Happy Diamond，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钻石是会在里面跳舞的就是所谓的 Happy Diamond 系列。所以 Caroline 呢就用这样的概念设计了她的第一个珠宝，是一个小丑造型的。没有想到就变成是很轰动。这个不仅开启了这个肖邦走向高级珠宝的一个先源，也呢帮很多爸爸妈妈想要送小女孩东西多了一个这个传情的一个情谊的一个延续。所以其实很多人接触肖邦会以为是女表，其实最早肖邦是先从男表开始做起的。他的 LUC Chopin 系列也是很多商场男士收集。我自己是认为啦，要看一个人收集表的程度，或是他对表的了解，我通常就会问他，你是比较喜欢 LUC 系列，还是比较喜欢肖邦的 Happy Diamond 系列，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在同一个温层啊？因为这毕竟不是主流，不像其他的品牌，大家可以想到啦，不管是AP 啊，或者是江诗丹顿啊，或者是 Rolex， 就大家耳熟能详。肖邦确实是比较小众，可是他对机芯的设计也是不容小觑，他对机芯的这个设计也是很讲究的包含他们现在在瑞士的博物馆，哇，你进去之后简直是看到了半部钟表的机芯的历史。那讲到我的收藏呢，我后来发现，因为做这一期我才发现，原来我对肖邦情有独钟，还蛮专一的。我基本上呢，他们有5大系列，可是因为我没有买男表的习惯因为我也不是买表拿来卖的，我就是纯粹自己带喜欢的。他们的3大系列是我比较常有在接触的。第一个就是它的 Imperiale 系列，就是所谓的帝王系列，也是比较多跟珠宝相有关的。像这一款就是我的第一个入手的肖邦。好，我今天正好有带它的原始盒型，当时是台湾迪生钟表在代理的。然后我今天居然被我发现一个很夸张的事情，我还有它的原始保证书给大家看一下。可能你们很多我们的摄影公班都还没生吧？你看到吗？10月6号，1998年，是不是很古老？那个是我生日前的时候当时买的一个表款。那我自己想要犒赏我自己，因为以前我是经营广告公司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赚第一桶金，那也买不起车，买不起房，就买了一个这个表给自己。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表款，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它非常非常的 elegant。那它是白金做的，它的特色就是它上面有镶满了很可爱的2个这个蝴蝶结的钻石，我感觉它很女性。那它的表面呢是这个贝壳贝纹的，我觉得就是从阳光这样打下来，也感觉有不同的花纹跟颜色，我觉得很好看。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它是一个算是我的肖邦的初恋吧，这样。然后呢，后来就一系列的接触到了他们的 Happy Diamond。
好，那我自己很喜欢 Happy Diamond， 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表里面的钻石是可以跑来跑去。当然，他们这个有申请专利啦，就是把5颗或者是7颗钻石放在2个蓝宝石的水晶中间，所以就算现在大家已经破解了这个专利，你还是不能做，因为它是肖邦的专利。那我自己有3款 Happy Diamond，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款呢，也是我比较早入手的，它是双金，就是白金跟 K 金哈。那你会觉得怎么这么老气？没有办法，因为当时有进来台湾的肖邦的表款不是很多，因为台湾人没有很多人知道肖邦那个时候，所以能选的也不是很多。但是你可以发现，那个时候的 Happy Diamond 是只有5颗钻石。后来我发现，居然有升级耶，变成了7颗钻石，所以我就买了这一款。那这一款我觉得很棒的特色是什么？它这个表带是可以换的，也是我觉得非常喜欢的。我都还蛮喜欢它的表款上面有一些镶钻，就是有一些小巧思，我觉得比较女性啊。再来这一款呢，就是因为它是刚刚我买的第一款，也是有蝴蝶结的。那我觉得这款也是很可爱，它就是有蝴蝶结的 Happy Diamond。我后来就比较喜欢这种转来转去，因为我觉得它有点趣味性。但是呢，不免俗的，每次它偶尔出一些经典的这个帝王表款，就是 Emperale， 还是会想要去收集一下，这样子，就是好像感觉最近有点小成功，就想去买一下。那也是经典款，像这一款哈，这一款也是它很有特色的，也是它的 Emperale 的款。它也是全部都是黄黑金的，它的表面设计也是这种贝壳的彩纹。那它没有 Happy Diamond 这样子跑来跑去，可是它的镶钻相对而言就比较多嘛，就看起来亮晶晶的，穿上礼服的时候就也很好看。那有一阵子呢，大家流行稍微比较 sportive， 比较运动一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也来入手一款是形状比较不一样，稍微比较阳刚一点的啊，那就是这一款。这一款是正方形的，好，那我觉得这一款的造型是所有我看过肖邦里面算是比较有个性的，比较突出的。然后我也蛮喜欢紫色的，所以我在收集表的时候，表带也是我的一个考量，因为也要配衣服嘛。那后来呢？刚刚说这个他的这个女儿，就是现在的 co-president， 也是他们家的这个艺术总监，就在想说有没有一种表啊，是女孩子不但上班可以戴，那你去运动的时候也可以戴，或者是你白天跟晚上都可以戴。于是他就进阶款发明了一个叫 Happy Sport。既然叫 Happy， 就里面的钻石也是会跑来跑去的，也是很 happy 很 free。它唯一的不同就是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钻石的造型。刚刚的 Happy Diamond 都是一颗一颗的小钻。Happy Sport 的钻石呢，就会变成是有主题，譬如说这一款是我第一次买的这个粉红贝的 Happy Sport， 它也是女孩子表里面第一次用这个 steel 做出来，因为以前女表都是皮或者是钻比较多，那它就是用男表这个 steel 做出来的。你看它里面哦，2颗星星跟1个月亮，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有一次我跟我老公去瑞士的时候，去参观表厂，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当时有流行客制表款哈，就跟LV 有一阵子也是可以把你的名字镶上去。当时他就跟肖邦的人说，我想要客制一个表给我老婆，于是他就选了我的名字，就是 Yvonne Low， 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 Y 跟 L，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还蛮浪漫，因为这个就是独一无二的咯，就是全世界只有我才有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帮人家做定制啊，可是我觉得这一款的 Happy Sport 也是我觉得很厉害的，很让我有心有所属的。那后来就像我说的，我后来喜欢收集的 Happy Sport 都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那因为后来有一阵子我很沉迷于水上运动跟潜水，我就很喜欢跟大自然有关的东西，所以后来这个 Happy Sport 我收集的这一款呢，就是有鱼的，它里面有2只鱼，我觉得很可爱。我每一次要收集 Happy Sport 都是会有一点点，我觉得跟我有比较 personal 的连结，那就不是像原本这个 Happy Diamond 就是可能就是只是纯粹是钻石。所以我自己啦是觉得，因为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跟别人撞衫跟撞表，所以我当时会喜欢收集肖邦，也是真的因为台湾很少人会喜欢肖邦或收集肖邦。甚至现在台湾肖邦是哪一个代理商我都不是很晓得，但因为我每3个月会去一趟比利时，所以优势就是我可以直接飞到欧洲。其实价钱没有差很多，但我觉得确实说服务上面跟可能可以的客制化会稍微空间大一些些。
那当然啦，后来肖邦有在经营这个高级珠表嘛，所以你们晓得前几年有一个007，对不对？肖邦就有跟007合作，做了一个这个叫做 Happy Diamond 的系列，这个是007的纪念系列。那我觉得它也还蛮有意义的，好像它这个好像是全台湾有限量，还是全世界有限量？确实，它后面有写它是几个的。它现在也有在跟因为中国的市场崛起，其实肖邦的表面也有做那个12生肖，现在做到哪一个生肖我是不太晓得，但是当时确实为了这个新兴的中国跟中东市场，肖邦也做了很多跟我们数字有关的，譬如说幸运数字是8，所以他们有做一个这个手势。是8就代表发，也是里面会放这个 Happy Diamond，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特殊性的东西，也希望透过我的介绍，让大家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瑞士的这个钟表肖邦，而不是只是把它局限于是一个珠宝的品牌。那当然，我觉得能够结合珠宝，然后又结合钟表，那岂不是2合1更好吗？所以，如果你也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麻烦你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给你很多的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